在往南部节节败退的时候，造成他们非常大量严重的伤亡。他们采取了最激烈的措施，就是把所有人都杀了。欢迎来到 Hi Day， 我是台湾妞，我是平安。今天呢，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比较历史案件的东西。我知道我们最近好像做太多，有一点多，怎么变历史频道了呢？这些历史案件是我自己查到了以后蛮有兴趣，会想跟大家分享的案件。我还是不是以打杀杀为主，我是以自己有兴趣的案件分享为主。不好意思，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叫做老经理的屠杀案件，在1950年代，也就是韩战时期所发生的一个悲剧。现在正好的世界各地，像乌克兰那里持续的有在战争啊。战争之下呢，常常会发生一些我们没有办法料想得到的事情。我要讲的就是在1950的7月26号到7月29号之间呢，在韩国叫做老经理的这个地方发生了平民被美军杀死的事件。这个事件呢，确认死亡或是失踪人数是有163人，然后有55人受伤，但是这是政府公布官方的数字。但是在老经理他们人口调查，当时呢其实应该是有250到300人上升，大部分都是妇人跟小孩。老经理现在是哪里啊？南韩的中部。哦，在1999年的时候，美联社才有做这个报道。但是在这个报道之前，这件事情几乎没什么人知道，连韩国立一个纪念碑也都是近几年来的事情。当初会发生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在南北韩战争的时期，他们担心在移动的过程里面会有混杂，北韩的军人或是北韩的间谍会混在那个平民里面，所以他们采取了最激烈的措施，就是把所有人都杀了。可是美军那时候不是帮南韩吗？为什么要杀南韩这边人？他们是从北韩移他们动下来的，从北韩移动下来，所以那一群人都是北韩人吗？那一群人是南韩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一群人他们是难民，北韩的军队攻打到一个地方叫永同郡，被攻打了嘛，你就要逃，所以他们就组成一个难民的组织，沿着铁道往南韩持续的前进，这样子。对。南韩战争是6月份爆发的嘛，难民就全国到处逃窜。7月25号的时候，美军他们讨论之下，这1个月期间有太多北韩的军队或者是间谍假装是难民南移的事件，而导致于南韩的军人跟南韩的美军他们有被包抄的时候，前后都是北韩军。他们为了避免要再发生，因为那个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军队损失嘛，所以他们从7月25号开始禁止这些难民自由的移动，所以才会发生这件事情。当时其实是有一些幸存者的，我等一下会讲出来讲的证言呢，其实一开始都是被否认的，一直等到美军的第7军团里面的老兵承认的确当时有发生过这件事情，开始有一些记者有去深挖这件事情，才让整件事情曝光。2001年你看多近期，1950年代的事情到2001年的时候，美军才开始展开正式的调查。他们表示这件事情是在战争之下发生的不得已的悲剧，当时他们做了必要的选择，他们感到很遗憾，但是并没有一个很正式的道歉。当时的总统是柯林顿，大家知道哪个时期了？对。我觉得国际之间有的时候他们就是没有办法轻易的道歉，因为当你道歉的那一瞬间，韩国这边就可以跟美国这边索取大量的赔偿。柯林顿那时候也没有道歉，他就是说战争中固有的不幸悲剧，而非蓄意的杀戮。但是他有表示说，有些事情就是错的，他并没有赞同这个行为啦。美联社后来去揭秘了一些文件以后，得到的文件内容是说，当时确实美军有对前线下达指令说，你们可以去扫射那些平民。但是呢，五角大厦在2001年他们对这件事情展开调查的时候呢，完全没有提到这件事情，都是由后来的幸存者跟当时的兵去证实这件事情的。除了老经理事件，后来才知道说，其实从1950到1951，也就是韩战刚爆发的那段时间呢，一般的平民跟幸存者，他们跟韩国政府举报说被美军滥杀的案件，其实超过了200件，然后大部分都是用轰炸机这样子的方式。那我现在就要正式的开始来讲一些历史背景的部分。历史很好的人，你们可能会觉得听有点无聊，但因为我历史不大好，所以对我来说有点是新知识的感觉，对不起。1945年的时候呢，第2次世界大战刚结束，苏联是支持北韩这边的，美国是支持南韩这边的。你都知道是不是？而导致他们两边对立，所以才形成了南北韩战争的爆发。
你都知道。Yep 1950年的6月25号的时候，突然朝鲜军北韩的军队呢攻击起韩国来。在这之前呢，两边算是和平相处嘛，各自占据。所以这一件事情呢，让南韩的军队跟美国的军队他们都非常的惊慌，才开始调度美国来的军力。在1950年的7月1号的时候，第一批的美军才正式进驻了南韩的土地之上。我想要补充一下，因为我是理组的啦。为什么讲得这么心虚？那从7月1号到7月22号为止呢，美军它慢慢的进入有3个师军队的单位，你说军队的单位啊，进到了南韩这边。但是呢，进来的3个师他们并没有充分的战争经验，他们有一点哩哩啦啦之外，会有粮食缺乏啊，然后军纪混乱啊状况一直发生在刚战争时期的时候。这样子的状态的话，当然就是节节败退，被朝鲜军打得很惨，所以朝鲜军一直压制到南韩的领土嘛，平民们才会需要开始往更南部逃。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，在往南部节节败退的时候，还被后面的朝鲜军夹击的状态，造成他们非常大量严重的伤亡。就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，立即他们就下了可以对所有的平民开枪的这一个决定。指令下去了以后呢，在7月25号的晚上，美军他们接获了线报，北韩的间谍军人呢混在平民当中正在南下，所以他们就先在老金里这个地方去设了一个算是堡垒，过滤这些人。但是因为已经下了只要是平民无条件射杀这样子的状态，等到这一群平民来的时候，他们就直接攻击他们，直接当敌人这样。照时间轴的顺序，7月25号的当天呢，永同郡他们全部都要撤离，就是已经被攻打到了。总共有600名的居民呢，沿着公路一直在往南前进。撤离的时候就是美军叫他们撤离的，所以那你就是一个团体一起行动，走散就会被射杀。在距离老金里5.5公里的河岸边过夜的时候呢，就有7个村民走散，没有跟那群人在一起，就被射杀，所以他就被射杀了。但是其实在那个战争状况下面，他们可以说那7名走散，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去做任务。对，等到7月26号的上午呢，继续南下的时候，发现叫他们撤离的那些美军，护送他们的那些美军消失了，所以他们就变成一群没有美军带着的村民，也因此接下来再遇到一些岗哨啊什么的，就会被搜身，然后被检查他们所有的行李，身上只要有任何的武器会全部被没收，刀啊什么的。可是其实在战争状态，你很有可能是拿来防身的，对，因为他们就是要避免北韩的军队混在里面嘛，就全部搜身，然后都收走了。他们持续的往下行走，到了隔天的中午的时候，轰炸机就对他们整片移动的队伍轰炸。接下来这个是一个幸存者，他表示当下轰炸下来了，已经就是逃嘛，对啊，找到地方就躲，找到地方就钻，上面在轰炸，下面在乱逃乱窜的时候呢，下面的美军持续扫射，看到人就扫射，所以他们就整群人全部的躲到了一个涵洞里面，又被美军扫射逼他们出来，又开始逃到了铁道的下面，就有点像是河滨公园啊，就汉江公园的时候，每次都要穿过一个河堤的下面的那种洞，就会有2个洞，大家可以看一下照片。这个隧道的长度呢，大约是24公尺，宽是6.5公尺，高是12公尺，所有人都躲在里面。幸存者他当年12岁，他觉得美军们是好玩，对于后来的这些说辞，他们没有办法认同，不得已的选择。那时候在隧道里面，很多都是10岁、4岁、3岁的小朋友，所有的小朋友都在哭跟尖叫跟在跑，美军疯狂的扫射他们。那如果说是你们讲的，为了要避免是北韩的间谍的话，小孩子是可以、是可以放过的。他说没有，完全疯狂的扫射。除了这些幸存者的证词说里面一片混乱之外呢，也有美军老兵的证词，当时就是收到命令对着下面扫射，听到那些难民发出的悲鸣，但是他们还是必须持续的，就是要把他们杀死，对不对？但那个士兵他自己讲说他自己是没有开火的人，命令是命令，但是他们当下并不是所有的军人都有开火，部分的其实是没有开火的，因为有的军人拿的是机关枪，一直在开火。这是第一天26号那天，然后就这样子入夜了。你很难想象这要怎么入夜。对啊，对，等到第2天的时候呢，就变成零星的开火，就是有人动他们就会对洞的地方开，这些人都躲在里面，所以他们没有东西吃，也没有东西喝。有当时的幸存者说，他们那时候实在是太渴了，他们就会喝地上的水，可是地上的水是混着血的。
好可怜哦。只要有人动就开火之外，他们也会对里面丢掷炸弹，也会发射火箭。他们就是要赶尽杀绝，要把他们全部都干掉就对了。我觉得是，我觉得他们也有可能知道这件事情是有争议的，所以他们不要留活口，但还是有幸存者。对，主要发生这件事情的是第7骑兵团，但是呢，军队的报告里面是写第7骑兵团是在跟朝鲜发生一些零星的战火，它完全没有记载到这件事情。在这整个过程里面，幸存者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呢？他们是把尸体叠起来，叠得高高的，然后躲在那个尸体的后面。到7月26号的时候呢，第7骑兵团呢，他们才正式的离开。那个兵团在那边守了3天就对了。25号开始，然后26号正式的开始屠杀他们，然后一直到29号。哦，很多天呢。非常讽刺的是，幸存者其实只剩20名，都是一些小朋友，是北韩的军队把他们救出来的。居然是北韩军队。朝鲜的士兵呢，把他们带回他们的村庄，但是因为朝鲜军队占据了村庄嘛，对，就把他带回去村庄里。那1950年的8月到9月的期间呢，有人去洞里面呢去整理了以后呢，一个洞大概有200具尸体，所以2个洞加起来大概就是有400具的尸体，其中呢有的是死于空袭，那有的就是死于扫射。在我刚刚讲的2002年的时候，五角大厦对第7军团的人开始做调查了嘛，他们是说估计的死亡人数大概是从数十人到300人不等，也就是说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杀了多少人，毕竟在洞里面嘛，对他们也不可能清点了再走。但是调查访谈过程里面也有他们自己的军人讲说，经过的时候看起来里面至少有200-300人。2005年的时候，南韩终于正式成立的老经理事件受害者的专案，可是这个事件专案你要成立，你要有户籍，可是那时候那个时代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去报户口，户籍上面有承认的被害者其实只有150人，即使当时现场其实死了300-400人，在这150名里面呢，有41%是15岁以下的小孩，70%是儿童妇女，剩下的才是男性。小孩的比例其实很蛮高的，然后女生的比例也很高。最终2011年的时候呢，南韩政府成立的老经理的协会呢，才说他们最终的调查应该是有250人到300人被杀。那这件事情当初为什么会去调查呢？其实是在1950年的时候，9月份的《纽约时报》讲到韩国报道里面呢，就有一名不具名的美军高级军官的美军，他说其实在韩国南北韩战争，也就是几个月以前，在7月的时候呢，曾经有发生美军因为过度惊慌而滥杀、随意扫射的状况。就是他爆出来就对了，后面才有这些其他的记者去挖这些新闻，慢慢的才把老经理这件事情浮出台面。但是他这个说法非常的重要后来美国主张的说法是完全不一样的。然后我们再根据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那些东西，军纪混乱、节节败退，很有可能是他讲的比较偏向事实，过度惊慌，开始扫射，开始轰炸。但是你知道，一不做二不休。南韩战后呢，在美国支持之下呢，当选了一个总统叫李承晚。但李承晚他是比较偏独裁一点的，他又有美国政府的支持，不利于美国的言论在社会上面都是比较不会被生存接纳的。所以那时候呢，其实有非常多的被害者家属们或者是幸存者本人，他们想要做一些请愿活动都没有办法，因为他们担心如果做的话可能会被叫去喝茶，因为这件事情对美国不利啊，会影响美国的形象。一直等到1960年的4月，李承晚下台了之后，才有一个警察他自己本身呢就是家属站出来发起了请愿活动。那这一位警察他就叫郑恩荣，数十年期间，我们讲的这时间是1960年嘛，但是整件事情到2002年才有开始调查，中间这段时间全部都是被驳回，甚至于韩国政府都讲说没有，老经理没有发生屠杀活动，就是一直被否认。我觉得他们就是在等那些幸存者过世啊，就一样，对啊，跟那个对啊，因为他们有跟美国政府提交这些申诉书啊什么的，反正就都没有获得回应，企图要把它掩埋掉就对了。一直到比较后期了，1980年代开始有比较多的媒体杂志，韩国媒体杂志会开始一起写这些新闻抗议，为什么美国的军人可以这样对待韩国的平民，这件事情才比较获得重视。等到1997年的时候，南韩正式对于美国提出赔偿，但是美国就是有表示说没有，这就是战争之下必要的
损耗，还是否认这件事情。他们甚至于说，在老金里的附近那时候根本没有军队，没有师在那边。1998年的时候呢，南韩政府委员会以5年的追诉期已经过期这件事情，那时候还有5年的追诉期，这件事我也蛮惊讶的。终于在1998年的时候呢，美联社的记者涉入这个调查，找到了非常多机密的文件，记载着相关的指示内容，而且他还另外找到了24名当时的幸存者，以及第7兵团负责扫射那个兵团里面12名的老兵出来帮他们做证言，做成了一整篇的报道内容。其中有一名专门操作机关枪的士兵也表示说，我们就是在现场把他们全部都消灭。那他们就表示说，当天的状况，第8起军团呢下令说，所有的难民都不可以穿越这条线，后面才会发生这件事情。这一则报道也得到了新闻里面的普利兹奖，让大家更知道老经理的悲惨事件。到1999年，美联社的报道出来了以后，美国跟韩国两边都出来说，好，那我们就开始调查这件事情。韩国就有讲说，那我们要来资料共有，透过联合国资料共有一下，但美国拒绝这件事情，所以变成2个国家各自调查。接下来的15个月，他们就是各自调查，他们总共取得了200位美国的退伍军人跟75个韩国的证人。最后，韩国跟美国他们是分开的去公布了他们的调查报告。美国这边表示呢，第8兵团对于阻止难民南下，他们可能做出了错误的理解，所以他们觉得可以扫射。他们从头到尾都没有表明说你可以扫射平民，他们从头到尾就是说要阻止难民能持续的往南下。他们觉得是当时的军队误解了阻止的方式，推给下面的人就对了。没错，因为呢，调查的这些军人，他们并没有办法回复说当时是谁下达指令，他们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名字，所以这就是一个战争当中不小心发生的悲剧。那南韩这边的报告是什么呢？的确是没有办法确定有下达一个对于平民可以直接扫射、可以杀害这样子的指令。在美国给他们的所有的报告书、当时的资料，然后他们去检查了以后，可是他说1950年代就是那个时间，偏偏7月份的时候，第7骑兵团那几天的活动报告是消失的，第8军团是有阻止。但是当初我们就有讲，扫射的明明就是第7骑兵团嘛，军事报告是消失的，所以南韩觉得报告是有缺失的，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说美军是没有嫌疑的，并且他们有访问到17名第7骑兵团里面的退役军人，表示说他们是有接到那样子的命令，也执行了这样子的动作，所以他们还是最主要的证人。所以南韩最后发表的是，我们确认确实存在射击命令。最后2国都发表了相互理解声明，但是美国有再次强调他们并没有发出射击命令，就是各说各话。但是南韩这边又拿不到所有美国的资料。可是美国退役的军人都这样讲了，对不对？美国也是蛮强的哦，黑的说成白的哦。我觉得睁眼说瞎话到底耶。当时的总统是比尔·柯林顿，那柯林顿就表示说，他对1950年7月底在老经理事件中南韩平民丧生深表遗憾，当时确实发生了一些错误的事情，他仅止于这里，他没有再说更多的话，也没有表示道歉，他只是表示遗憾。大家如果在注意很多历史事件或者是国际彼此之间的争吵的话，你都知道，身为一个总统本来就不能轻易的对另外一个国家道歉，就会有赔偿啊，就代表是承认了一些事情嘛。特别是美国那个立场，他就是有表示说，哦，那都是一场意外，我们没有下达射击命令等等，所以他们必须要坚持这个立场，坚决不道歉。韩国这边2011年的时候呢，其实就已经有成立了和平纪念公园。公园其实在成立的过程里面呢，也有发生一些蛮令人难过的事情。那时候的那几百具尸体其实是变成乱葬岗的一个状态，所以在2009年他们在开挖什么过程里面呢，就是有确认说是不是有一些尸骨，然后那些尸骨要怎么处理，统一把它规划在成一个目的。但陆陆续续也有一些呢，有把它再迁回永安郡嘛，因为他们当初是从那个郡移动过来的难民，所以也有一些迁回去的状况。但总而言之，最后呢，在2011年的时候就正式开幕了和平纪念公园。这件事情呢，除了军方这边的一些立场之外，美国的一些民间他们也是觉得美国应该要为这件事情正式的道歉，并且做出适当的赔偿。但是当然就是一直延烧到现在。但是我刚刚有讲1950到1960年代刚开始战争的那时候，有非常非常多美军误杀或是射杀轰炸平民的事件，有络绎不绝韩国的平民去跟政府检举。但是呢，
那些事情都没有任何的记录，也没有任何的调查，这是唯一一件在韩战时期美军误杀平民有大型的记录的一个事件，就是一个历史事件。其实它还有更多非常 detail 的内容，就是每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，政府炒的那些东西。但是我就觉得那个有点太繁复了，我就没有跟大家分享。主要就是要跟大家讲说，曾经有过这样子的历史争议，你不知道这件事吧？我不知道是不是？这件事情也算是，我觉得跟慰安妇事件有点像，战争时候发生的事情，性质当然又完全的不一样啦。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战争的残酷，那就这样子咯。如果你喜欢分享的话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Hi a Day， 开启小铃铛。我是台湾妞，喜娜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我觉得你很好，很会问问题，很棒，这样才有故事性。然后大家就会说：“喜娜不要打岔好不好？不要打断妞讲故事好不好。”我们就是要打断。它居然有一个名词叫涵洞，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单词。有，哪个涵哪个洞啊？涵内涵的涵。我等下找涵洞给你。好。文组也是不知道涵洞的，开心，什么东西了？